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2号。昨天视频是跟朋友们提到，比特币历史上牛市每一次产量减半的时间跟比特币实际见底的时间都会相差1年左右。比如说20年5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这个位置价格是在1万美金附近哦，但是它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9年初见底的，这个位置价格大约是在3000美金附近。然后16年7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这个位置价格也是在600美金附近，但是它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5年初的时候见底，这个位置价格大约是在200美金附近啊。更早之前，12年11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但是它见底的时间也是在11年底，时间是提前了1年，而且空间已经涨了一大波。所以我的观点是，不管是23年或者是22年，有听我的建议，15K 抄底的多单。或者是计划朋友们2万开始跌下去，比特币可以慢慢抄底，抄到现在仓位一定要给我拿住，包括 15K 你做对期货的多单一定要给我死拿住。未来的话等下再来跟大家讲，至少要看到10万。为什么？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市场资金是非常的多，很多人是觉得市场没有资金，你没有资金不代表别人没有资金。我看到身边很多有钱的人每天都在苦恼，他的资金到底要去干嘛？美联储从来没有见过疫情是扩大了1倍的规模，整个市场上面资金是非常的多，但是比特币这一波才涨了10几倍。所以我的观点是，等下再用数据来跟大家讲，未来肯定是要创这个新高，甚至去10万的比特币。只是整个中线它在这个位置到底是干嘛？昨天是利用专家跟主力的角度来给大家思考，底部不是一天就可以建仓建完马上就上去，它需要横盘，横盘的目的为了什么？就是洗筹码，上面高档买的那些筹码没有充分的洗干净，它需要在底部的位置不断的利用那一些空翻的消息，就是主力制造的空翻消息，或者是 FTX 交易所主力制造的空翻消息，把筹码杀得干干净净，全部被主力给接走，就看你敢不敢接。接到现在反正尽量给我抱住啊。那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目前为什么在整理，包括这个头肩底的形态，还有哪一些知识点可不可以参考历史上比特币脱离底部区间以后它一些整理的形态，有哪一些知识点可以值得参考。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个月线嘛，昨天有提到，一般比特币跌了1年多，它有可能都是重要的底部。我们可以简单数一下这个 K 线嘛，你如果从6万9的高位跌到1万5的低点，去一根一根数，1、2、3、4、5、6、7、8、9、10、11、12、13根哦。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数一下，上一次比特币熊市从17年跟18年初跌到19年这个底部的位置接近3000美金，这里面的时间也是13根到12根附近啊。然后更早之前15年的底部去找它之前的头部是在14年附近，它这里面的时间你认真去数也是13个，所以时间是有高度的重合性。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位置估计就是一个底部，很多人还是不信。那我昨天包括刚刚也是跟大家讲了，你可以去观察24年5月份是要减半，那更早之前的一波大牛市它是在20年5月份要减半，但是它见底的时间是在19年初就见底啊。这个位置是在3000附近，涨到这个位置都已经1万了。那我们可以拉一下它上涨的空间，可以去观察一下是不是牛市早在进行中，等到真正减半的时候已经开始要分流。这个位置是涨了接近2倍啊。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更早之前的，比如说16年7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这个位置是在600美金附近啊，但是它见底的时间是在15年初的这个位置见底，价格是在200美金。我们就用这一个低点来观察吧，就以这一个150左右或者200拉到这个高位，其实它这个空间也是接近3倍啊，3倍的空间。所以我感觉现在40%的一个空间还是相对有一点少。那更早之前呢，12年11月份产量减半这个位置啊，价格是在11美金附近啊，然后它见底的时间是在11年底这个位置见底，价格是在2块钱附近啊，空间是涨了多少？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到减半的这个空间的位置是涨了接近4倍。所以目前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样子，比特币只涨了45%。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月线里面，它在历史上比特币脱离底部区间以后，比如说19年的这个底部，它脱离底部区间以后，它后面是怎么在整理的？这个位置时间也是不够啊。我不是有跟大家讲了，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旗形啊，它是一个旗形整理，整理是为什么？因为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下降三角，里面的一些筹码可能没有洗充分，就是在这个低档位置没有充分的洗到位，它拉上去以后脱离底部区间，但是最终没有挑战这个高位，还有一个压力是在这边飘了一个旗形，这边的时间有多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时间也是接近200天啊，时间是非常的长，所以也不排除比特币会被整理完。上面的一个压力位，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周线啊，我们尽量画到这个区间来观察，这边是有一个压力，也不排除它短线如果在这个位置震荡完，时间会不会真的200天，还是说短线就直接过了这个28000这个位置，再整理出一个矩线？因为再上去还有压力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还有一个矩线。如果是这下面的一个矩形真的能压力过的情况下，我估计这边能不能整理出一个矩线，可能目的为了等待再挑战这个矩形。那更早之前的牛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是不是脱离整个底部区间，脱离完以后，这边为什么在横盘震荡？也是因为这边有套牢筹码，它不一定就是说直接拉上去让他们全部解套，它拉上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时间来震荡，甚至再涨上去，在这个位置继续利用横盘来震荡，目的就是为了把前面的这些套牢筹码全部在这种整理的区间给它洗下车，等到真正洗下车的时候，分流就是要开启。那至于它上涨的目标，我们先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牛市的一个上涨空间哦。比如说这个是在12年，它这边上涨的空间是500多倍哦。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更早之前，这个是在15年的底部，上涨的空间也是100多倍啊。但是这一次比特币上涨的空间，其实空间是相对比较少。如果从这个$3000涨到69000，也就20倍。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它在历史上的整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比如说12年，就这个位置哦，整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大约是在28000亿左右美金哦。然后来到这个14年高位的时候，整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是在45000亿附近，就是说明它整个资产负债表规模在12年到14年的整个规模是扩表了不到1倍。比特币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上涨的空间，它是涨了500多倍。然后15年底部涨到17年顶部的时候，这边是涨了100倍，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是并没有扩表，整个区间它基本上是横在一条线上，并没有扩表，都可以涨100倍。然后我的一个观点是，20年的疫情大家都已经有经验了，疫情是从这个位置在20年附近，整个资产负债表规模是在4万亿附近啊，最终是一度扩表到多少？到这个顶部的位置，大约是在22年的4月份左右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资产负债表规模是接近9万亿，就是4万多亿一直扩表到9万亿。虽然现在资产负债表规模它是在收缩，不过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参考历史，18年底的时候，整个资产负债表规模到19年，资产负债表规模是在收缩的情况下，19年比特币它也是涨的，就是这个低档的位置开始，资产负债表规模是在收缩，但是它见底12根以后，它该涨还是要涨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就是，目前的整个如果看它的周线，还有一些原因，它为什么这边是在震荡？前段时间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因为它上面有一个50的周线 MA 是压在头上，包括这个200的 MA 均线也是压在头上。欧美的一些主力很看重的这2条均线，目前是压在头上，不排除目前整个量能是在退潮的情况下，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有可能就是区间震荡。至于短线的一些走势，昨天是收了一个多方的吞噬，现在你就以短为主吧。如果真的还有资金，
我的观点是你尽量以短为主，短线是有一个趋势出来，但是我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段时间，这个哈根艾希指标有一段时间也是跟大家讲，我估计这个位置它可能不会再出很大的一个趋势，有可能就类似一个大区间来震荡了，就是这个矩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这个矩形来对待，可以拉高一点啊，就是这个矩形，然后它这种震荡的区间很像前面的这个区间。就是它虽然是在放绿柱的情况下，其实整个区间哈根艾希全部都是横盘震荡，等时间整理到位以后，看会不会有这种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